男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奇怪的房间，房间长3米，宽3米，有马桶和浴盆，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慌张地大声呼叫，可却没有人回答。就在男人奇怪的时候，墙壁上的显示屏出现了一行小字。男人试着在键盘上输入回答，屏幕上竟然真的有了回应。刚开始男人还以为他是参加了什么活动，询问节目组是不是搞错了，然而电脑却回复他就是参与者。男人试着输入离开的指令，想命令电脑打开出口，可无论他输入什么，系统都提示无效。从电脑口中，男人才搞清楚了怎么回事。原来这是一个名叫共享的世界，只要被困在这里，就永远无法离开。而想要结束游戏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。这是2004美国最新小成本悬疑佳作《共享》。黑人小伙被困诡异房间，想要离开就要想办法离开。花姐第一时间就搞到了资源，今天就让我们抽几分钟研究一下，什么游戏这么费脑子？老规矩，资源和解说同步更新。被困在房间里的男人名叫马德，是一个在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网红。那天马德接到一家传媒公司的合作邀约，马德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了约定地点，可他等待半天，却始终没有等来合作商。无聊的马德就点了一杯咖啡，谁知咖啡里被下了药，等他再睁眼，就已经被送到这里了。看着电脑的提示，马德十分无语，口渴的他打开水龙头，想要喝口水，可谁知道水管里却没有水。马德以为水流是电脑操控，还想命令电脑供水，可谁知电脑却告诉马德，水需要货币购买，而他的货币为0，无法供水。看着系统提示，马德彻底懵了。他亲切地问候了主办方的户口本，无奈的马德只能躺在角落中发呆。谁知翻身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放了一个屁。听到提示的马德回头看去，发现显示器上竟然多了5个货币。意外的货币让马德有些猝不及防，他当即支付了5个货币，购买了一些水。见水龙头里真的有水流，马德猛地喝了2口半。喝完水，马德又试着比划了几个古怪的动作，显示器上方的货币数字变成了3。看到这一幕，马德大概搞清楚了这个游戏的规则，他需要不断引起电脑的注意，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货币。有了收入，老黑又打开了购物系统，系统食物中的食物一共有3个选项，分别是很好、非常好以及超级好。每个等级的价格不同，对应的食物也不同。为了吃饭，马德又开始了古怪的表演，可他演了半天，获得货币的速度却非常缓慢。郁闷的马德有些无奈，难道要提升动作的难度吗？就在马德纠结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摔倒，谁知下一秒显示器上的货币就变成了16。看到一下子多出来的10几个货币，马德购买了一份10块钱的食物。然而当传送舱打开，他却傻眼了，10块钱的食物竟然是一份狗粮。马德端着狗粮在屏幕前抱怨，可骂到一半，马德却看到屏幕上的货币在快速增加。敏锐的他当即意识到，这份10块钱的狗粮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收益。马德学着狗狗的姿势开始享用狗粮。仅是2秒半，他的货币就飙到了34。看到这一幕，马德开心的同时也预感到了不对。一个电脑怎么可能喜欢捉弄人？难道观看自己的不是电脑，而是人？怀着疑惑的态度，马德花钱购买了一件衣服。这次他选择的也是最抵挡的。果不其然，系统送来的衣服竟然是大灯口罩。看着手里的衣服，马德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接下来的表演不好看，花姐帮你们掐了。马德利用这套衣服又小赚了100块。他花50块购买了一件 T 恤，又花50块购买了一个充气床垫。摸索到规律的马德开始挑战各种滑稽的动作，搞笑的动作为他带来了大量的奖励。他不仅吃上了烤牛排，还喝上了82年的菲拉红酒。可周而复始的表演也让马德开始厌倦，他的创意很快枯竭。忍无可忍的马德对着电脑疯狂敲击，谁知一个不小心，马德竟然把电脑给砸了。看着黑屏的电脑，马德整个人都傻了。没有电脑，他就无法购物；没有物资，他只能等死。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后，马德彻底崩溃了。他以为摄像头后面的观众还在观看，或许自己可以通过求情来获得维修机会。I should have appreciated it. I know. Now I do. Please just give me. 可他在电脑前磕了10几个头，电脑始终没有反应。绝望的马德躺倒在地，他甚至都在想自己死后会不会有人来收尸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房间里再次响起了电脑的提示声。马德抬头一看，发现显示器上跳出来一大段代码。原来刚才不是电脑坏了，而是系统在进行更新。看到更新提示，马德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就在马德思考接下来要表演什么的时候，右下角突然跳出了一个画面，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，
马德以为这个老头是管理人员，可老头却告诉他，自己也是被困在房间里的参与者，他比马德被丢进来的时间更长。马德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这个游戏的规则，可老头知道的也不多。他也试图离开，可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用。虽然有些小失落，但好歹也有了一个说话的人。两人在摄像头面前聊了小半天，说了很多话，这让马德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不少。就在这时，马德注意到大爷的对话框附近有一串数字，好像是什么编号。他试着在键盘上输入了其他号码，显示器上又跳出来了一个对话框。原来房间里的摄像头是可以连通的。马德无意中刷到了一个正在练瑜伽的美女，这让寂寞的马德来了兴趣。可就在他要仔细看看时，屏幕上竟然跳出了收费提醒。原来观看其他房间是需要钱的。马德支付了14块，欣赏了接下来的表演。看到屏幕上的货币，马德觉得打赏的办法不错，他学着女孩也开始表演起了瑜伽，还设置了付费观看，但他的收费却只要1块。大量的观众涌入马德的频道，通过他的画面来看美女跳瑜伽。这个办法让马德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几百块的打赏。一看有了人气，马德还会做菜，表演一些滑稽的节目。几天下来，他就有了几千块的积蓄。更让马德惊喜的是，可能是货币到了一定程度，系统竟然又多赠送了一个对话框的名额给他。系统赠送的对话框是不需要付费的。这次被连线的是一个名叫丽莎的美女，可谁知丽莎正在洗澡。突然的连线让丽莎有些猝不及防。有了丽莎的加入，三人的话题也多了不少。更让马德意外的是，丽莎也在尝试离开这里。他推测结束游戏的办法一定在系统里，只要输入对应的指令，就可以结束这个游戏。 How they punish us tells us what they're scared of, which tells us how to hurt them. If we find a way to hurt them, we can destroy the system. 但因为存款有限，他的试错机会很少。他将自己尝试过的办法告诉了马德，想让存款更多的马德来进行更多的尝试。听到丽莎的建议，马德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三人组一边打工赚钱，一边商量思考如何逃离房间。可很快马德就发现，光靠3个人的想法还是不够。他在自己的频道发出号召，希望看到自己频道的人都来出谋划策。马德的这个办法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，大家通过免费频道进行分享传播。短短几天，马德就收到了很多不同想法的指令，他的存款也一下蹦到了6000多。可马德将大家的想法输入电脑，结果还是无效命令。更让马德郁闷的是，和他连线的大爷和丽莎还因为一些琐碎发生了争执。马德只是想劝说两人冷静一点，结果却惹怒了大爷。大爷认为是自己教会了马德怎么赚钱，按理来说马德应该分自己一些，可他不仅不分，还给丽莎打赏100块用来买浴帘，这让大爷觉得十分不公平。大爷越说越激动，到了最后竟然咳了起来，眼看大爷就要断气，马德也慌了，他想给大爷打赏一些钱来购买药物，可大爷却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不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，大爷的房间竟然烧了起来。Turn it off! Fuck! 看着消失的画面，马德和丽莎都傻眼了。原来房间里还有一个潜规则，当参与者失去行动能力，就意味着游戏结束，将被强制报销。反应过来的丽莎十分内疚，她认为是自己害了大爷。然而马德却劝说丽莎不要纠结这些，现在他们要做的是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因为大爷的频道消失，系统又给马德赠送了一个新的频道。这次赠送的频道竟然是那个跳瑜伽的美女，美女名叫金姐。她之前就听其他频道的人提起过马德。金姐也在号召自己频道的粉丝提供不同的命令，但可惜他们也没有找到适配的指令。现在两人连上了线，他们可以相互配合。然而马德和金姐的暧昧却让一旁的丽莎有些不开心。丽莎的言语中充满了挑衅，金姐也不甘示弱，勇敢回击。两个女人的谈话让马德十分无奈，他夹在中间，不敢劝也不敢说话。两个女人的明争暗斗竟然也能引来打赏。看着不断跳动的货币，马德突然有一个疑惑：像他们一样被困在这个房间里的人有多少呢？马德在频道里公布了自己的频道号，他号召大家通过系统的免费频道相互通知，让其他人都来自己的频道打赏一个货币。他想看看一共有多少人被困在系统里。马德的号召很快有了回应，他的货币突然从几千变成了几万，又从几万变成了几百万。然而即使到了上千万，货币的数量依旧没有减少。直到货币的数量达到1亿多，增长才缓慢停止。看着1个多亿的打赏，马德整个人都懵了。难道全美国的人都被锁进了这个小房间里吗？就在马德奇怪的时候，金姐却发出了质疑。她认为马德这样的号召只是想敛财，根本对离开没有任何帮助。可一旁的丽莎却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她让马德号召大家一起想办法。金姐和丽莎因为这事发生了争吵，两人甚至还问候了对方的户口本。可谁知刚骂完人，他们的房间就开始燃烧起来。不等马德说话，两人的频道就消失不见了。
看到这一幕，马德整个人都傻了。就在他哭泣的时候，身后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出口。看到久违的阳光，马德喜极而泣，他急忙将自己成功的喜讯告诉了所有人。然而马德却没注意到，系统要求他敲击回车来进行确认。就在他思考刚才到底是哪句话触发了开门机制的时候，门却突然关闭了。以上就是2024最新科幻悬疑电影共享的全部内容。总体来看，电影的设定还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感觉结尾有些莫名其妙，看了半天也没搞懂开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们不正是像马德一样被困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小伙伴们被困在这个房间里，你们认为自己能逃出去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花姐正在参加打卡活动，需要300个赞。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花姐的视频还不错，可以帮忙点一下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